男性身上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性别悲剧，焦哥将其称为欲望的错配。欲望呢，包括欲望的想象力与实现力，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强大张力。对于相当多的男性而言，终其一生或许都未曾体会过自身处于巅峰状态在面对自己心仪的欲望对象前，也就是俗称的性感美女时他们会常常沦为下位者。社会对男性的这个期望一目了然，虽然具备成熟的智慧，对资源的掌控能力，广泛的这个人脉网络以及象征地位的成就，对吧？然而当你好不容易拥有了上述的所有条件，很遗憾，你可能就会成为社会厌恶嫌弃的那个老登。从社会调研反映的这个男性财富状况来看若以收入衡量，至少要到40岁的这个中期，财富呢才会有显著的增长从资产的角度来看呢，至少要等到50岁中后期，而要进入核心权力圈层，年龄大致要等到60岁之后。那政治生涯相较于财富积累，其实通常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逐步攀升以及排序和整合。所以说世界既是老登的，也是年轻人的，但总体而言呢，世界还是老登的每个老登都渴望着能够指点江山，可现实却是一回头呢，却惊觉人们对自己已经兴致缺失了大家迫不及待的去宣扬要聆听年轻人的创意以及年轻人的生活以及想法等等。一个20岁的青年，他开着跑车人们会赞叹哥哥好酷而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开着同样的跑车，人们就会评价老登好油腻更为严重的是错配在于什么？老登虽年纪已高，但生理欲望却并未消退特别是心理上的。男性无法摆脱的本能是什么？就永远会被更年轻、性感、充满青春活力的肉体所吸引。然而他们的欲望对象往往将他视为老登。一旦在欲望对象当中成为了迟暮老登，那便意味着你在这场欲望中，就是这场欲望战争当中已然落败丧失了欲望中最美好的可能，也就是让自己成为欲望对象的目标。显然松弛衰老、大腹便便的身躯，在青春性感的身体面前毫无与之抗衡的这个资本。在年轻美女面前，所有中年老登都处于下位，所以他们能做的要么就是无尽的付出，要么就是凭借权力进行 control 总之也难以收获那种源自生理的纯粹的喜欢。焦哥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 Youth 中文译为什么？年轻气盛。其中呢有个情节，就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即便他曾是世界攀岩纪录的挑战者，他也曾坐拥豪宅美女无数，对吧？可此时呢，当他在游泳池里面看到年轻丰满的美女在嬉戏玩闹的时候，他内心充斥的就只有无尽的局促与自卑。他深知自己已然老去，似乎不该再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也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一个对象了，所以他就鼓足了勇气才敢上前去询问说，我可以带你攀岩吗？所以什么是下位者？就是一个人的欲望被另外一个人的权利所左右。说完了老登，那我们今天再来聊一下年轻人。年轻人充满朝气与真诚，青春赋予他们的一切真的是无比美好。但年轻人的不足在于他们尚显稚嫩，缺乏对资源的掌控能力，事业根基呢也很薄弱，实际经验呢也很匮乏。他们既不够自由，能力也是有所缺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财富与权势面前，年轻人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年轻人的错配呢，在于在生理状态最为巅峰、心高气傲且年轻气盛的一个阶段，他却极易陷入到被权势操控，不得不像犬儒般去拼命行事这么去生活。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在少年时与男性竞争的这个世界中去崭露头角。年轻的男性呢，拥有最强力的这个体魄，对吧？斗志，还有好胜心与攻击力然而呢，却缺乏资源与力量，所以只能扮演追求者的角色，而追求者往往又是下位者，所以他们的欲望对象总是有更多、更好、更高的一个选择，或者说是想象空间。
啊，所以直至他们年少轻狂的锐气被不断消磨了之后，最终少年也变成了老的。所以屏幕前的你啊，不管你是缺乏资源的帅气年轻人，还是不缺财富但老气横秋的大叔，想要改变现状，可以滴滴啊，不要情绪化，不要无效信息，我们尊重时间，尊重专业啊。焦哥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沾染什么情感和技巧，强者不带你吃人死。